大家早安，我是 Misako， 我现在人在天桥立车站。上一支影片有跟大家介绍我的天桥立一日游的行程，接下来准备移动去伊根。但是在移动去伊根之前呢，我还有一件事想做，就是搭当地的观光列车。所以这支影片前半段会跟大家完整开箱我准备搭乘的黑松号这一台高级观光列车，那后半段就是会跟大家介绍我的伊根一日游行程。我现在已经上到了黑松号，那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观光列车。丹后铁道呢，其实是海之京都地区当地的铁道公司。那它旗下呢有推出好几台观光列车，像是这一次我搭乘的是最高级的黑松号。那除了黑松号以外，还有平日才行驶的赤松号，那一台又被叫做是咖啡列车，还有最平价一般普通列车的轻松号。这3台列车呢，通通都是水户刚瑞之设计的。那说到水户刚瑞之，我之前也搭过了非常多由他设计的观光列车，它的风格实在是非常的好辨认。那如果想要预约这一台黑松号的话，它其实在你搭乘日的前3个月的10点就开放预约了，算是蛮早就开放预约，建议大家尽早赶快抢票，因为它其实只有1节车厢，所以它其实座位不多，很快就会卖光。接下来已经上到了最后的甜点的部分。这一趟列车在景色部分有2个看点。列车在行经奈居海岸的时候，会停靠在景观最好的地方，停靠15分钟，乘客就可以自由的走动拍照。那在奈居海岸停车15分钟之后，黑松号就会前往下一个亮点，也就是近年来在 IG 上、在社群上大爆红的游梁川桥梁，可以从远处拍到它很像海上列车的景观。那你当然也可以搭观光列车或是一般的列车，它就是行经丹后神崎到丹后游梁这2个车站，只要你有行经游梁川桥梁的话，都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在海上运行的列车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像动漫，很像电影场景，提供给大家参考。经过游梁川桥梁之后，乘务人员就会推着装有纪念品的推车，一个一个位置去询问大家有没有想要买的纪念品。餐点都吃完了，然后纪念品也买完了之后，最后乘务人员会每个位置都发送一个黑松号原创的糖果，这个糖果上面还有黑松号的图案，超可爱的。
那我刚刚也已经购物完毕，来小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买了什么。首先我买的是他们当地产的蓝铁咖啡，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喝咖啡，看到咖啡包就忍不住买了。再来他们有一样纪念品非常的吸引我，就是我手上的闪卡。它这个明信片上面画着黑松号以外，它其实整张明信片看起来都闪闪发光，有做那个特效，这个一定要收藏的吧。它这个是黑松号才有卖的纪念商品，所以大家来做一定要买。然后呢，我特地买了2张，一张是自己收藏以外，另外一张我想要送给看这一支影片的大家。抽奖办法就是只要在留言区留言日本你还有想要看我介绍哪一台观光列车，我就会从留言区抽出1名送出这一张黑松号限定的闪卡，等待大家来抽奖咯。那我还要买他们的明信片套组，因为我个人觉得丹后铁道的这3辆观光列车都设计得非常的漂亮，忍不住买了一组想要来自己收藏做纪念。接下来就是准备下车了。大家早安！我昨天搭完黑松号观光列车之后，就移动到了伊根。昨天就直接在伊根住1晚，今天第一站要先去搭观光船。我刚刚已经搭完伊根的观光船了，我觉得很好玩呢。其实我在天桥立的时候也有搭他们的观光船，但是2个比起来的话，我比较推荐伊根的观光船。原因是因为天桥立的观光船它的航程比较短，大概只有12分钟左右，但是伊根的观光船它的航程有25分钟左右，非常的长。就我实际体验完，我觉得你喂完一包虾味鲜之后，剩余的时间还可以让你慢慢的拍照，所以以整体的体验来说，我比较推荐伊根的观光船。我现在来到了伊根町的观光案内所，那它这个观光案内所除了有提供观光咨询以外，它还有卖很多由当地人手制作的物产品、周边商品。我刚刚就买了一个磁铁给大家看，非常的可爱。那除了磁铁以外，这边其实还有卖像是果酱啦、明信片，还有饼干之类的。再来就是这边有置物柜可以让你放行李，但是它置物柜的数量不多，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听说柜台也可以使用。这个观光案内所的对面也有一个伊根浦公园，那个公园超好拍，也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走走。来到伊根一定要吃的就是海鲜。我现在来到一间非常厉害的海景餐厅，它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的位置前方就是伊根湾，你还可以看到观光船从你的面前行驶过去的景色，真的是超级漂亮的。那这一间餐厅主要是提供海鲜料理，它的午餐定时内容就是蛮单纯的，只有1、2样可以选择。那我选的这个是他们最基本的午餐定时套餐，有1盘生鱼片，然后还有煮鱼。
来到伊根还有一件必做的事情，就是参观他们的舟屋。舟屋就是以前当地人会出海捕鱼，渔船会停靠在一楼，一楼会建造的容纳得下渔船的空间，也会做稍微斜坡，让渔船好进好出。那要注意的是，目前只有少数的1、2间舟屋是开放给大家参观的。我刚刚就去了其中一间信阳湾的舟屋参观，里面保存了很多他们以前捕鱼的时候的一些器具，还有舟屋的景色实在是超级漂亮的，大家一定要去参观。我现在来到了伊根最人气的咖啡厅，叫 Ine 咖啡。这间咖啡厅之所以会这么人气，是因为从餐厅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伊根湾的海景，然后还可以走出去，坐在木板上面，靠近海面拍照。那因为伊根的餐厅数量很少，咖啡厅又更少，大概一只手数得出来的数量，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来的话，一定要尽早来抽号码牌。那这一支影片也差不多到尾声了。老实说，这一次我实在是挑不出一个最喜欢的景点，因为不管是黑松号或者是伊根一日游的行程，我全部都很喜欢。大家如果之后跟我一样是想要自助前往伊根旅行的话，交通方面建议大家一定要事先查好巴士的班次，因为前往伊根的巴士班次大概1小时只有1、2班左右，非常的少。再来就是伊根体内的巴士班次也非常的少，所以如果你有大行李，你想要赶车或者是想要体内移动的话，那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利用伊根当地的计程车，它有一个叫Inetaku 的计程车系统可以利用。必须说这个计程车服务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因为它搭一次只要300日币而已，非常的便宜。这个价格在日本其他地方绝对搭不到。可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它只能限伊根体内使用，也不是像一般的计程车随叫随到。你要先上它特定的网页上面登录注册之后，至少在搭乘的30分钟前要先预约。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赶不上巴士的班次，然后又拖着大行李要移动的话，就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这个计程车的系统。早餐的部分会建议大家前一晚就先在便利商店买好，因为伊根当地的餐厅很少。再来就是他们也没有便利商店，基本上餐厅都没有提供早餐，有一些是你要特别预约才有提供早餐的店家。这是我第一次夏天前往伊根，必须说体验非常的好。观光客没有我想象中的多，你还是可以保有一定的旅游品质。如果你之后也要来京都，我还有拍另外一支天桥立一日游的影片，大家记得把这2支影片都看起来哦。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也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跟帮我分享出去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